大家好，讲了几期灵异事件了，该给大家讲讲比灵异更恐怖的东西了——人心。在法国有这样一个人，一开始撒了一个小谎言，最后为了把谎圆下去，无奈杀掉了自己一家6口。照片中大家看到这个男人名叫让·克劳德·霍曼。1954年出生在法国东部城市隆勒索涅附近的乡村，他是家里的独子，从小父母把爱全给了他，也对他的未来寄予厚望。1971年，17岁的霍曼考入里昂的一家医学预科学校，并于次年考入医学院，正式成为了一名医学生。从此，他成为了父母以及乡亲邻居们的骄傲，人们相信他将有着美好的前途。但是法国的大学呀，考入相对简单，想要毕业呀，却要经历9981难。学校每学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你考试不过就不能从大一升入大二啊，大二到大三，大三到大四，到毕业，每年都要经历一次大考。时间来到1972年，大一升大二的考试，霍曼没能通过，而且是多门考试都出了问题，于是他被里昂医学院退学了。霍曼无法面对自己的父母亲朋，因为几乎所有亲人都对他充满期待，于是他选择了撒谎。他告诉家人自己顺利通过了升学考试，将在第2年读大二。而正是这个谎言，成为了他人生堕入深渊、万劫不复的开始。之后的3年里，霍曼在校园里无所事事，每天靠闲逛度日。每年9月，他都要来学校注册成为大一新生。他不是没想过努力升到大二，但他的心思全部用来圆谎了，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学习复杂的医学课程了。之后的每一年，他都告诉家人自己大二、大三、大四顺利升学，并最终毕业了。我们说前面4年你可以天天在学校里闲逛骗骗家人，但毕业了，该成为一名医生了，怎么办呢？霍曼决定继续把这个谎圆下去。1975年，霍曼满脸开心地告诉父母，自己成为了一名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主攻动脉硬化方向。他声称自己拿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 offer， 并顺利入职。好嘛，这既然要吹牛，就吹个最大的。一个大一没念完的医学退学生说自己是世卫组织的研究员，还说自己认识了许多欧洲的政要。这个谎今后该怎么圆下去呢？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在之后的几年里，每到所谓的上班时间，霍曼就离开家，开车从法国来到瑞士，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大楼里享用一些免费的服务，包括去蹭一些吃喝什么的。他去图书馆里闲坐，还经常到附近的森林里闲逛，打发时间，拿一些瑞士的免费纪念品明信片回家交差。霍曼还经常向父母营造出自己工作非常繁忙的样子，声称自己去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实际上每次他都在机场附近的酒店住上几天，然后再回家。当然空闲时间这么多，霍曼也没有闲着，他经常阅读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书籍。据说有一次他参加一位医学家的宴会，席间他对着这位医学家的学生们侃侃而谈，探讨心脑血管方面的知识。宴会结束后，有几位学生表示，在霍曼先生面前，我们显得格外渺小。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霍曼的心理素质已经非常强大了。后来有精神病学家分析，此时的霍曼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神话狂。神话狂是一种以撒谎和虚构倾向为特征的病理性疾病，说白了就是入戏太深，把自己都催眠了。神话狂患者经常分不清自己说出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自己虚构的，而且很多神话狂患者都有着自恋或反社会人格。凭借自己营造的身份和人设霍曼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朋友，很快2人结婚并生下了1儿1女。从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出，一家4口生活看起来非常幸福。霍曼在医学界也经常招摇撞骗，认识了很多人。他经常带着妻子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经常送给家人一些带有世卫组织 logo 的小纪念品。两家人从未怀疑过霍曼著名医学家的身份。这里大家可能有个疑问，霍曼没有工作，他是一个无业游民，他拿什么养家呢？答案当然是骗。婚后的很多年，霍曼以投资一些对冲基金和外国企业为由，到处和亲友要钱，包括
父母、岳父岳母、亲朋好友以及自己妻子的工资都被他以帮忙投资为借口要去了。他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一家人呢都认为霍曼是个超级成功人士啊，认识各国政要，有许多内幕消息，大家丝毫不怀疑他要钱的目的。除了骗自家亲戚，霍曼还卖假药，卖一些号称能治疗癌症的药品，缺了大德。除此之外，霍曼隐瞒自己的家庭情况，在外面还交了一个情妇。这位情妇啊，也是一个开牙科门诊的医生。他当然也经常向这名情妇借钱，前后一共借了90万法郎。就这样，霍曼凭借着各种骗来的钱，一家4口过着富裕、幸福又受人尊敬的日子。2个孩子也认为自己父亲是个受人尊敬的医学家。直到后来的一天，一件事儿成为了戳破气球的导火索。1988年10月23日，岳父来到霍曼家中，向女婿讨要那些被他借去投资的钱。好巧不巧，那天岳父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摔成了重伤。救护车来到后，奄奄一息的岳父向医生念着自己女婿的名字：霍曼，霍曼。可没等他接下来说出任何动词，医生就为他戴上了氧气面罩。最终，岳父没能抢救过来，死在了医院。这件事儿也就被判定为了意外，全家也没人往霍曼身上怀疑。之后，霍曼为岳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还向亲朋好友们发起众筹。当然，众筹来的钱也全部揽入了他自己的腰包。根据统计，霍曼10几年时间里一共骗来了250万法郎。这些钱维持着他一家4口奢侈的生活，2个孩子都上的贵族学校。然而，任何庞氏骗局都有爆雷的一天。时间来到1993年，这一年霍曼39岁了，这是他维持自己谎言的第18个年头。过去的几年啊，一些亲友开始怀疑霍曼的身份了。有人去世卫组织的跨国员工名单上找，上面没有霍曼的大名。情妇还有亲友们要求他偿还借款，但因为数额太大，他慢慢还不上了。霍曼开始挣扎与绝望。霍曼是一个顶要面子的人，他已经享受了10几年家人和周围人的崇拜与尊敬。如果一切被戳破，他不知该怎么面对所有人的嘲笑、愤怒与声讨。最终，在无数条可选择的路面前，他选择了最极端的那一条。1993年1月9日清晨，霍曼驱车从父亲那里借来一把步枪。晚上回家后，他在床上用擀面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随后，他竟然躺在自己妻子尸体旁边安然入睡了。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帮2个孩子做早餐，像往常一样陪2个孩子看动画片。到了晚上，霍曼把2个孩子哄上床，等2个孩子熟睡后，他用步枪亲手将自己的儿女分别射杀。之后呢，是自己的父母。11号早上，霍曼开车来到父母家，和父母一起吃了最后一顿午饭，享受了人生中最后的亲情。随后，他抄起步枪将父母分别射杀。直到临死前的一刻，父母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呀，根本一天医生都没当过。杀完父母后，霍曼又射杀了父母家的狗。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析出霍曼变态的心理，他无法面对谎言被戳破后亲人们的目光，所以干脆先下手把亲人们全都杀掉。还有一个人要解决，就是他的情妇。之前情妇要求霍曼偿还90万法郎的欠款。当晚，霍曼开车去接情妇。他说，卫生部长伯纳德·库什纳邀请咱俩去参加晚宴。开车路上，霍曼假装迷路，将车开到一个荒无人烟处。随后，他掏出绳子，死死勒住情妇的脖子，还往情妇脸上喷催泪瓦斯。情妇拼死反抗，万万没想到，霍曼竟然心软了。他松开了勒紧的绳子，向情妇道歉，并开车把情妇送回了家。没人知道霍曼为什么会饶过情妇的性命。把情妇送回家后，霍曼开车回到自己家中。此刻，家中还躺着自己的妻子以及2个孩子的尸体。随后，霍曼在自家房子周围倒满汽油，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点燃了房子，自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凌晨4点，一名清洁工看到别墅起火，报了警。消防员赶到，救出了霍曼。后来，警方调查得知，霍曼的安眠药早已过期，而他家中有效果更好的巴比妥类药物。由此，霍曼是否真心自杀，值得怀疑。一切水落石出。然而，霍曼被捕后拒绝和警方交谈，法庭上也全程缄默。1996年7月2号，如视频中大家看到的，让克劳德·霍曼出
出庭受审。法国布尔格法院裁定他杀害自己的父母、儿女以及妻子，一共5人。当然，1988年岳父楼梯坠亡一事，因为过了好多年缺乏证据，已经无法认定为谋杀。但世人都坚信霍曼一共杀害了自己一家6口。最终，霍曼被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从那之后，霍曼一共被监禁了26年，于2019年假释出狱，佩戴电子手环2年。如今70岁的他正静悄悄地在民间过着平静的生活。据悉，他被安排在老家附近的一个修道院监视并养老。不知道现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想起自己的父母妻儿，他会作何感想？以上就是法国奇案让·克劳德·霍曼灭门事件。这个案子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是，他自己谎言快被戳破了啊！1993年，他无颜向所有亲人坦诚交代。那一般走投无路的人可能都会选择自我了断，但从没听说过为了逃避先自灭满门然后自杀的。这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心里也接受不了自己死后那些活着的家人笑话咒骂他，于是他就先下手把这些家人都杀害了。这个案子看完了真是令人无比震惊。所以回到开头那个话题不要撒谎，因为一个谎言说出去，往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最后滚雪球一定有破碎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邓肯，咱们下期见。沙发做错了什么？被你抓成这样。小猫猫，爸爸的小猫猫，你打死月月。月月大眼睛，月月最可爱了。打死月月。哎呦，操！你去吧。